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给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啊，也就是矿工的收益问题。其实有很多朋友们呢，也是在前一段时间币价最高的时候入的局，因为那时候来说，矿工收益还是非常可观的，回本周期大概是2到3个月左右吧。但是由于近期的这个币价下跌，并且长期的一个横盘，再加上这个矿工的产量，也并不是说太高。现在的这个回本周期基本上也就是在半年甚至1年以上才能够回本，但是谁又能保证这个时间不会再延长呢？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如何保证矿工的收益，甚至提高它的收益，就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一个话题。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观点。首先呢，就是先允许我插一个小广告，就是我的频道呢是专门讲被动收入、实现财富自由的一个频道。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呢，请点赞和关注我，后面我会不断的分享类似的项目。如果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的话，也请点赞订阅，你们的支持是我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谢谢大家。好，我们话题开始。我们想一下，其实我们矿工的这个收益呢，主要受2方面的一个影响。第一呢就是产量，第二就是币价。产量呢，其实我们能做的比较少，我们只能不停的加机器，然后降低这个电费的成本，或者是超频来提高产量。这是这一方面。但是这个我们能做的确实很少，能做的话无非就是通过这个币价，因为这个币价的话还是有操作空间的。这个币价的话，它主要是分为3种情况。第一呢就是上涨，第二呢就是震荡，第三呢就是下跌，这无非就是这3种情况。如果下跌的话，是我们矿工最头疼的，因为自己辛辛苦苦挖出来的数字货币，如果到时候卖不上价的话，那收益是直线下滑的，对吧？那怎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销售价格呢？因为我们肯定是在入局的时候，肯定是在想在入局的时候大概一算，也就是3个月回本吧，假设3个月回本，但是后期一看这个币价或者产量的一个下跌，然后可能周期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延长，那么我怎么才能保证我当时计算的是3个月，那我挖到最后也是3个月会回本？这个呢问题呢主要是解决这个币价下跌的一个问题，对吧？这个问题的话，我的思路呢就是买一个在交易市场买一个看跌的一个合约，或者是在杠杆交易里边卖空。如果币价下跌呢，我们会在交易市场赚到钱，而这个挖出来的币的话，可它的价值的话会降低，一个降低，一个提高，那这样的话就会持平，锁定我们的收益。如果要是上涨了的话，那我们在交易市场上收益会降低，但是我们挖出来的币价会更值钱，还是一涨一跌，对吧？这样的话也锁定了我们的一个收益。比如说现在的行情还不错，我们就可以先从交易所里边借出一部分的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我们挖什么币的话就借什么币，先在高价卖出，等我们挖出了以后，然后把我们挖出来的币还给交易所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保证了我们在销售价格一直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价格。如果币价上涨的话，我们还可以持续的去介入卖出，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销售价格会不断的一个提高，相当于一个补仓嘛，我们的这个均价会不断的提高。
在不断的加仓过程当中，我们借的币肯定是会越来越多，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要我们计算好都可以，只不过是自己还币的一个周期而已。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点，也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如果太少的话，可能就是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个就还完了。还完了的话，但是当时却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币件，那你这样的话你就没法再借和还了，对吧？所以说的话，尽量大家是把这个持仓情况计算好，尽量在往后的1个月甚至2个月，都够咱们去还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这个看跌交易的里边一个套期保利的一个概念吧。所以说这话可以有效降低这个币价下跌给我们矿工带来的一个这个收益降低的一个问题，这是这一方面。下跌和上涨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的话，还是有一个第3种情况，就是震荡行情，对吧？如果要是震荡行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提高我们的收益呢？如果震荡行情的话，我们在这个看跌这个交易市场并不能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如果要是震荡行情的话，我们可以开一个网格交易。之前的话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网格交易，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的这个列表里边，去我的这个主页里边去找一下这个视频。不过也可以在视频的左上方啊，应该是这个位置，大家去看一下，我把那儿加一个卡片，大家也可以去应该是这个位置，应该是这个位置啊，右边的一个位置。不好意思啊，这个发视频比较少，有时候会掉相。大家可以去开一个网格交易。网格交易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交易机器人，它在我们设定的价格区间内不停的买和不停的卖，当然是低买低吸高抛，对吧？一般是这种情况，或者是高抛低吸这种情况。我们是不需要去值守的，因为它是个交易机器人嘛，它会自动的去帮我们买和卖，只要是在这个区间内就没有事儿。它是也不需要我们人去参与，因为我的频道嘛讲的就是一个被动收入，尽量减少占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时间，包括我们挖矿也是，挖矿的话基本上前期把这个矿机购买并且安装以后，就不需要去管理了，基本上不需要管理啊。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些策略呢，也是不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管理的。这个网格交易，大家可以去设置一个天地单，就是这个下限呢，尽量设置的稍微低一点，建议大家去设置一个矿工的一个关机价，然后最高价呢可以设置一个历史最高价，那这样的话它一般不会出网格。如果出了网格呢，那我们要不然会增加我们的持仓量，要不然我们就会把这个币件做飞，对吧？这个肯定是不是我们想要见到的。不过大家去换一种思维去想啊，如果做飞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网格撤掉，然后重新去给它设定这个下限价格和上限价格。这个价格的话还要涵盖我们当前的一个区域，对吧？这个当前的一个限价，尽量呢，我建议大家是把这个区间呢设置在这个限价尽量靠近这个上限的这个价格。为什么呢？如果要是遇到单边下跌的情况的话，比如说我们是投入的是 QC 或者 USDT，如果单边遇到单边下跌的这个情况，那我们的持仓这个均价是比较低的。如果要是单边上涨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网格撤掉，然后重新再来。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也没有错过什么，对吧？这个看个人了，这个区间的一个设置看个人了。另外呢，就是我已经把这个基本上都已经说完了。第一个就是单边的下跌和单边的上涨，通过这个看跌的一个杠杆交易或者合约来避免这个风险。另外呢，就是通过这个网格交易来预防这个震荡行情。震荡行情的话，这个网格交易的年化下来，大概会有50%到100%的一个利润啊。这主要是看自己的网格设置的一个参数和当时的一个行情情况，可能每个人设置的情况不一样，但是这个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另外呢，就是通过这个期权，通过买入这个认购或者认沽的这个期权，同时买2个，这个认购和认沽，就是各买一个。当然也不止一个，也就是反正就是对等的，就是买一个这个认沽就买一个认购的，这样它们两边是相等的。我们知道呢，这个期权它是个什么呢？也就是下跌的时候，就是这个这个期权在下跌的时候呢，它跌幅是比较慢的，但是涨起来非常非常的快。如果大家对它这个血域图比较清晰的话，它是最害怕震荡的一个行情。如果单边下跌或者单边上涨的话，它的收益是非常高的。我这个是说的是同时持有认购和认沽的这2种期权，同时持有，它这个单边上涨或者单边下跌是非常赚钱的。但是如果震荡行情的话，那这样的话就是损失就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期权里边有一个时间的一个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如果没有出现这种单边上涨或者单边下跌的这种情况的话，每天的它自身的价值会再往下跌，并且跌幅还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就不太适合了。看个人的情况吧，我不是说太建议使用期权这个东西来保证矿工的收益的。我还是比较看好通过这个看跌的一个合约，然后再加上一个网格交易策略，来实现这个保证这个矿工的收益，或者是提高矿工的收益。在这儿呢，我并没有详细的给大家说这里边的一个参数，包括多大的一个持仓量比较合适。这个的话，如果大家对这2个这个交易比较清楚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下。后边的课程的话，我也会给大家去分享啊。当然的话，我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适合非矿工的一些交易者。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云挖矿来实现我刚才说的一个思路。其实国内的这个挖矿来说，现在国家管控的比较严。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国外的这个云挖矿平台。他们有些国家还是比较在政策上还是比较支持这个东西的。通过他们这些政策的一个支持，可以长期稳定的去挖，并且收益来说，还是比较可观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选好自己的云挖矿平台。云挖矿平台最怕的就是跑路，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找一些比较老，然后背景比较硬一点的这些平台。在后期呢，我也会去给大家去分享这一方面的平台，并且据我观察来说，其实这种云挖矿的话，不仅是省了我们自己的管理成本，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程度，就是因为他们是比较专业，可能单机的这个矿机这个收益，就是挖到的这个量来说，比我们自己要高一点。我是感觉他们设置的比我设置的要这个产量会高一点，并且这个收益率也会高。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这个的话，我后期会给大家分享，大家自己去参考一下啊。
那么今天的课程先讲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希望大家能够点赞和订阅，谢谢大家。